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这集开始要慢慢进入正式的主题了，是有关修行的正确观念与正确的方法。关于修行要讲的观念太多了，而阿吴想教给大家的法门也太多了，就让我们慢慢来，从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开始吧。所谓的真正的修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修行不是要变得更乐观，变得更正向，更积极，更美好，更富足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些来修行，那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，像是去旅行、去运动、去听首歌、去跳场舞、去参加社团、去开场派对、去参加课程、去谈场恋爱等等，不用傻傻的跑来修行。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些，但变得更积极、更美好、更富足，这些可能会是修行成果的小小副产品。在修行的路途中，可能会有，也可能不会有。那时的富足与美好，也不是你现在想象的，以及你可以想象的富足、美好。阿吴知道市面有很多所谓的吸引力法则，很多人为了吸引力法则，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而开始静心，开始修行。阿吴不能说不好，也不忍苛责，毕竟在这个地球上，谁不想过得更好呢？但你修行的程度不够，怎么可能好好运用吸引力法则呢？就像你是一张被画满杂乱颜料的图画纸，加上你还不会用手控制拿笔的动作，力道也拿捏不准确，这样你要怎么再去创作出新的图画呢？所以办法是，首先你要先把纸张上的颜料清干净，还要开始学怎么不要乱画画，和怎么以正确的技巧画画来得到自己想要的图案。这个逻辑应该很好懂吧？乱糟糟的图画纸就是你现在的心境，你的思想和信念。开始静心修行，就是开始把乱糟糟的颜料慢慢拿掉。所以要静，所以要得定，这样你才有办法开始不被自己的画笔所控制，而真正拿回自主权，真正的品尝自由是什么？真正的修行是什么？是要认识自己是谁，是要了脱生死，是要悟道，是要更认识真理。不管你是用了几辈子的时间，这才是修行的真正目的，而这才是琥珀神秘学院所讲的修行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悟空，就为悟道，就为解脱，就为了更认识神的伟大与真理。
许多人修行起来小里小气的，不敢说自己要悟道了脱生死，不够有勇气，不够有决心的，这座山你是爬不上去的。大气一点吧，说出你修行的目标，说出我要得定，我要悟道吧，不是要你自大，这只是你给自己的目标。记得虚怀若谷，记得处处感恩，记得保持低调。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些修行，那就别来琥珀了。初衷不对，这棵树是不会结果子的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所有修行有成就的大师，都是因为想要料脱生死，想要认识真理，最后才有所成就。而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想要更美好、更富足、更正向而有所成就的。修行是先减法，减到最后什么都看似没有了，减就是老子所说的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。认识了真正的自己后，才开始真正的创造，才开始加法。你的第一步骤就是减少，不要误会哦。这些减少是指你内心所制约、所限制、所执着、所贪恋的内在世界，这是一种旋转的强力动能。你已经习惯了，或者你已经是它了，所以你需要对自己觉察一点，去认识自己，看看自己的这股动能。方法以后我会带大家来做，现在只是先讲观念。阿无不是要你抛家弃子、变卖家产来修行，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。有人外表看似简单朴素，内心可是贪婪无比。他贪的不是物质，而是精神的食物，是权力，是被需要、被认可。贪图被爱，只是因为你找不到爱，而真相是你自己就是爱，而爱也无所不在。精神的贪婪也是加法，都与修行的本质背道而驰。所以肤浅的人类啊，外表形式并不重要，阿无呈现的外表也不重要，眼睛会被蒙蔽，而你需要智慧之眼，这就是第三只眼的奥义之一。人的感官中，我们最依赖双眼作为认识这世界媒介与依据。双眼给的讯息最多，但也最容易被蒙蔽与误导。修行中的其中一个阶段，就是要打开自身更真实的感官，用全身的感官去感受这个世界，而不依赖肉体的感官。阿无跟你说，这就是第三眼，就是全身性的超感知。然而这需要到定的阶段，才可能会持续稳定发生，甚至可能要开悟后因着机缘才会发生。然而这是以后的课程了。如果阿无教得到那里的话，现在只是告诉你一些简单的观念和知识，各位先听听就好。你的人生已经够多东西了，除了那显而易见的房子、车子，如果你有手机、公仔、珍藏品外，其实你还有更多，只是你没有觉察到而已。你的想法、你的知识、你的个性、你的名字、你的性别、你的欲望、你的财产，以及你所有爱与恨的人事物，所有你喜欢与讨厌的，这些都是你有的东西。你已经有那么多东西了，而现在你还为了更多、更美好、更正向、更积极的东西而来修行。你还渴望更多、更多，这对于修行的本质而言是本末倒置的。你想要更多，而不是更少。其实想修行是自然发生的事情，这勉强不了人的，这需要有很犟的厌离心，
需要对人生和生命有深入一点的思考与感受与洞察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人生一切荒谬与痛苦。你会开始找答案，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，然后你会找不到答案，因为你会发现这世界上的人们也都是这么过生活的，日复一日，年过一年。这么重要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人在意，他们只会告诉你不要想太多，想这些没有用之类的话，明天太阳会继续升起，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，他们会说这些话。其实他们也都找过生命的意义，尤其在人们青年时最为普遍。青年们因为够单纯与纯粹，所以更能发现人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之处。只是每个人长大了，渐渐的不再探索生命，渐渐的遗忘了，认同了这样的人类制度和生活方式，渐渐的腐败与腐烂，我指的是精神与心灵上的腐烂。其实，当你找不到答案时，找不到人生意义时，这时，如果你不放过自己，再继续往下钻，你就会产生出很犟的厌离心。这时，刚刚好适合修行。厌离心会驱动你开始行动，去找到答案。如果你够有开放多元的心，并有勇气敢做多一点的尝试，你就会得到这个宇宙给你的各种暗示与巧合来引导你找人生的答案，你便会开始自动去修行，不需要人家逼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厌离心，对人生莫怀疑，对生命没有疑问，那也不用勉强。有一天，会有这么一天，你会有这些疑问的，那时再来修行也不迟。最后让我们来说说有关佛经的观念吧。阿吴开始修行也是从看各种佛经开始的。我发现大家对佛经有一些误解，有人会把佛经拿来拜，供在神坛上，和神像一样。有人会每天念佛经，但并不了解里面的内容。有人讲求念一句佛号的法门到西方，如净土宗，这些都可以当做一个修行方法，并没有不对。但这些事都是因求法者与环境而创造的方便法门，而且这些方便法门都需要遵循着一套固定的方法，形式看似简单，但用意深远，内容其实并不简单容易，这需要有人来带领，为修法者在特定的时机点出关键的奥妙之处才有用。这些方便法更需要有懂得人带领，不然很多会流于形式化，只是做做样子，变得很肤浅和怪里怪气的。什么是方便法？乃因地制宜，因材施教，因人而异，随机教法。像是在游泳教学，老师发现这个教学环境并不健全，没有浮板，没有游泳圈，学生也没有穿泳衣泳裤和蛙镜，但是时间紧迫，再不教这些学生就没机会了，以后也不会再碰面了。于是老师看到旁边地上有几个保特瓶和塑胶袋，这个老师于是把这些东西稍微改造，把它设计成类似浮板，可以漂浮在水上的教具，并临时设计了一套利用这些教具的方法，以利教导学生利用这些临时的工具来学习游泳。教学结束了，老师与学生们分道扬镳。有些不明事理的学生误认为游泳就只能利用这些保特瓶和垃圾袋，他们不知道老师只是因地制宜，因材施教罢了。于是学生传学生，徒孙传曾孙，自此某个地区的游泳学习者就把保特瓶和塑胶袋当作学游泳的圣品。这就是所有修行法门的故事。从古至今，东方与西方，任何文化的灵性教学都逃不过这个命运，你现在就可以随处所见。这就是佛门与各种灵性组织兴起又没落的原因。建筑物或制度可能还存在，组织可能更强大，但只剩空壳，只流于形式，只会做做样子，而不知精髓，不知奥义，正法难寻啊，令人唏嘘。
所以并不是这些方便法门错误，用什么方法都不要紧。重点不是保特瓶罐，也不是浮板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学会游泳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得定和悟道。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，所以才说修行上需要有懂得人，需要有真正的觉醒的老师带领。不懂的老师，一知半解的老师，即使拥有的设备再完善，也无法教你成功学会游泳。而真正的懂的老师，随手拾来即是工具，这就是真正禅师的风范。但跟对老师才是关键哦。这堂课先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从有关佛经的观念继续说明，还有好多莫说呢。这堂课我们说了修行是什么，以及为何要修行，和修行的简单逻辑，厌离心的概念，还有方便法门是什么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哦。阿吴上课会把修行的观念与方法尽量讲得简单易懂，但其实都是很深刻的内容，上课讲一讲就过去了，希望你不要听一听就过去了。上课要抄笔记啊，自己把重点记下来，不然就多听几遍哦，这样才是好学生。别枉费琥珀和阿吴的用心了。下课时间要到了，先这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